在分岔路抉择的两端，难选择不知怎么办，轻易之间让心为难。一念之差，一线之间，人生路有不测变幻，黑白间的隔墙，要如何判断？一念之差，一线之间，对与错无绝对答案，尽快走出灰色阴暗，重新再活一段。拒绝占有我的迷幻，捍卫着心中不变的答案。别为了那欲望掉入了深渊黑暗，要感受心中那股炽热力量。我不断反复的想燃起心中太阳，朝着光一定不会迷惘，驱散心里的黑暗，举起不屈的能量。无论何时坚信着我的信仰。没想到赵永伦竟然是赵克生部长的儿子。要是他真的犯了罪，要怎么跟部长交代啊？我们是执法人员，不管面对什么人，都要秉公处理。嗨，永伦。心怡姐，你爸爸不在家吗？他出去了，你们为什么要找我？我们发现你报失的车子涉及了一起交通意外。是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警方还在调查。不过我们需要你把当天晚上的情况再告诉我们一遍。我和3个朋友在 Gardens by the Bay 回家时，发现车钥匙不见了，汽车也不见了。你们一直都在那边吗？是，可是我去过公共厕所一次，车钥匙可能在那里不见了。我需要跟你那3个朋友录口供，请你把他们名字跟联络地址给我。Bell、Bernard 还有申婷，我不知道 Bell 跟 Bernard 住哪里，只有他们的电话。申婷，怎么了？真婷是我妹妹。廖真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在一起啊？他好像生病了，没来学校。赵永伦说他汽车不见的那个晚上，你们跟他在一起。我想问你们一些问题。他们2个的口供跟赵永伦一样，没特别线索，现在就只剩下你妹妹了。真婷没有跟我说她不舒服。Ma'am， 真婷是你妹妹。我已经呈报了我跟真婷的关系，并要求继续跟进这个案件。乖，不吃肚子会饿的。姐姐，我要回家，求求你放我走好吗？你放心，等事情一解决完，我一定会带你回家。先把食物给吃完，不然肚子会真的饿的。好，你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乖乖乖，姐姐会一直在这里陪你。不要哭，不要哭。要不然我买很多零食给你吃，好不好？还是游戏机、故事书。你要故事书是不是？你要什么故事书？跟我讲。怪兽当家。漫画《怪兽当家》。好，姐姐明天买给你 ，OK？ 乖。今天你姐和一个女警察来找我，说警方已经查到我车出车祸，他们可能开始怀疑我们了。他们还问了你什么？问我那晚在哪里，几点发现车子不见，跟谁在一起。我把你们名字都给他了。他也来学校查问我们了，还问我们你在哪里。怎么办？再这样查下去，一定会查到我们。我们要坐牢的。
都是你啊，叫我们 play 一。你现在怪我有什么用啊？我又没逼你们，是你们自愿的。如果我们当时报警，就不会搞出那么多事了。当时我们都吃了一啊，要是报警的话，一样会被抓啊。本来我们只是意外撞到人，现在又搞到又藏尸又丢车，还绑架小孩子。要是我们被抓，罪名很大的啊。是他自己倒霉出现在那里。如果我们不抓他，警察就会抓我们了。我们不可以一直把他藏在这里，他是无辜的。我们干脆消失。你是说离开新加坡？我们3个回国。永伦，你就跟你爸爸说，你要出国读书。可是小孩子怎么办？出国前1天才放了他，等他回到家，我们就不在新加坡了。这样子好吗？你有更好的办法吗？真婷，怎么那么晚回来啊？姐，你还没睡啊？你一整天跑去哪里了？手机都没开。哦，对不起，因为我手机没电了。我今天早上去学校找你，为什么没有去上课？哦，因为我碰到一个迷路的小女孩，所以就帮她找妈妈咯。结果找到她妈妈的时候，上课时间都已经过了，所以我就去 library 做 research。你去学校找我干嘛？你知道永伦的车子不见了吗？知道啊。那你怎么没有说？哦，因为那晚很迟了嘛，而且我又很累，所以就没有跟你说咯。警方已经查到永伦的车子涉及了一宗离奇交通意外。是吗？他没有跟你说吗？没有哎，今天我没有见到他。他说那天晚上你跟他在一起，你们是几点钟离开海边的？大概12点多吧。我们回到停车场的时候，就发现车子不见了，永伦就立刻报警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各自搭德士回家。姐，我很累了，可以先去睡吗？可以。不过明天早上你得跟我去警局一趟，正式录一份口供。可是我都把我知道的告诉你了，可以不要去吗？真婷啊，这是例行程序，一定要的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没事，姐，我先去睡了。好，谢谢。Good night。Good night。Good morning。你看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谢谢。真婷呢？他那里在睡觉，我就叫他起来吃早餐。真婷啊，快起来吃早餐啦！早。早。你怎么看起来比昨天晚上还要累啊？没有睡好啊？姐啊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我想回加拿大。为什么突然回加拿大？因为我想念 Daddy 妈咪。好啊，那你就等学校放假的时候再回去吧。我不想回去度假，我不回来了。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的决定啊？也没有突然啦，其实我已经想了很久。我比较喜欢加拿大的生活。
你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？跟姐说吧。没有啦，我只是很想回家罢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啊，你想来你就来，你现在想回去你就回去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好了，哎，吃早餐吧，边吃边谈。不吃啦，你们吃吧。哎，不要忘记等一下要跟我一起去警察局录口供啊。哦。哎，吃早餐吧。他最近怪怪的。什么怪怪的啊？哎，有人说，在警察的眼里，10个有9个都是坏的，因为我们做警察做了久，条件反射，整天会留意到人家不好的地方。我的职业病没有那么严重 ，OK？ 那就好了，吃吧。其实我越想越不对劲。我听了永伦还有真婷的口供之后，我觉得这不是一起单纯的汽车暴尸案。那你怀疑什么呀？我怀疑永伦、真婷、Bernard 还有 Bell 跟那起交通意外有关。看啊，当永伦知道他的汽车涉及一起交通意外的时候，他一点都不惊讶哎。那真婷呢就更古怪了，好像不关他的事，他连问都不多问。昨天晚上我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他眼神闪烁，好像很害怕，好像不敢讲。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吧？其实真婷她的本质是不坏的，只是有时候贪玩一点，而且我觉得她没有那么大的胆了，会做出这样的事。我也不是说真婷的本质坏，我只是觉得她的性格还不稳，她很容易受到朋友的影响。我只是担心她一时糊涂做了不该做的事。而且那个永伦也不像以前那个Shane，他品学兼优，做事他挺有分寸的。我也希望是这样啊。不过你看他这2天真的是很奇怪，哎，突然间又说要回加拿大。有时间跟他谈一谈，她是你妹妹，如果她知道你怀疑她，她心里会很不好受的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我会找到机会跟她好好谈的。哎，那个桂祥呢？他还是很担心他的弟弟，虽然已经报了案，不过他还是不肯放弃任何线索，到处在找他弟弟。他现在已经累得不成人形了。桂祥，你怎么知道桂发在植物园？我在社交网上看到了寻人启事，刚刚接到有人通报说看到他在那里。会不会算错剧？只要有线索，我都不会放过。喂，桂祥，植物园这么大，我们怎么找？我们先去路边，桂发喜欢看天鹅，可能会在那里。哦。怎么样？没有。喂，桂祥，我们回去吧。我想再多等一下，他可能刚好去了别的地方。可是我们已经找遍整个植物园了，那个人可能是骗你的。都已经几天了，他到底去了哪里？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失踪的。你不要自己吓自己，桂发这么乖，上天一定会保佑他没事的。我是警察，连自己的弟弟都找不到，我真是没用。你别这样了，你一个早上都没吃到东西，不如我们去吃点东西吧。我想去案发现场。大哥，他是我孩子啊，他不见了。如果你见到他，麻烦你通知我一下哈，这是我的号码。谢谢你啊，小姐，麻烦你啊，如果看到这个小孩子，通知我一下哈，打个电话给我，他不见了。谢谢你啊。林叔，来，我帮你吧，你休息一下。不用了，这里我已经派完了。我现在要上去附近的车站派。这是给谁看？
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如果你真的关心儿子的话，就不会为了赌不顾他的死活。你骂够了没有？我已经很后悔了，我尽量再补偿，再做还不够吗？就是因为你的不负责任，今天我们的家才会这么惨。好了，桂祥，你不要再是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你有本事的话，就把桂花找回来。什么事都做不了，还当什么警察？我当警察也好过你是人渣，根本不配做人家的爸爸。怎么说？我还是你老爸。我打了几次电话给你，你都没接。我担心你，所以在这里等你。我是来告诉你，我已经在4大语文报章刊登了寻人启事，相信很快就会找到桂发的。没用的，都是骗人的。你振作一点，你这个样子怎么找得到桂发？桂发到底在哪里？巴士司机说，他明明是在车祸现场下车的，怎么会不见呢？警方也证实，被撞的人不是他，他到底跑去哪里了？迷路了吗？还是被人绑架？他又不是有钱人家的孩子，为什么会被绑架？已经很多天了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那个人骂的没错，我什么都做不到，还当什么警察？警察也是人，你不要什么事都一个人扛。新加坡这么小，如果他真的活着的话，我为什么找不到他？找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至少现在我们知道被撞的人不是他，所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。我很累了，能找的地方我都找过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了。想什么想得那么入神啊？哦，是你啊？怎么，没胃口还是不舒服啊？今天买的米粉不是很好吃。我们出去吃。不用了，其实我不是很饿。今天的家里好像跟平时不一样啊。有点忧郁哦。不过不管是开朗活泼还是多愁善感的家里，我都喜欢。送你。你干嘛突然送我礼物？送礼物给自己喜欢人需要理由吗？我真喜欢你。你跟其他女孩子不一样，你真诚不造作，跟你在一起舒服自在，我开心。跟我在一起吧，我会好好的照顾你。
你干嘛突然说那么奇怪的话？不用立刻答复我，慢慢考虑。喂，你的脸！这个投资计划是100%的安全。黄金会员只需要5000块钱就可以买到1个单位，每个月的回报是3%，1年之后呢就可以拿回本金。钻石会员资金1万块，每个月的回报高达5%，也就是说，大家在1年之内就可以赚到6000块钱。大家想一想，有哪一间银行可以给这么高的利息？今天反应还真不错啊！谢谢。我也很意外，单单这几天的演讲就已经招到300个会员，资金超过500万。那就要再接再厉哦。我有信心，2个月内达到我们1000万的目标。你那么有把握？1000万肯定不是问题。从出席者的反应来看，我就知道我们已经成功了。可见得我没有看错人。我只是执行任务而已。聪明的人是你，可以想到这种赚钱的方式。人都是有贪念的，只要你抓住人性的弱点，不管你用什么模式，他们都会自投罗网。你真的很有眼光，只要一直跟着你，我肯定飞黄腾达。对了，露露被警方抓走，他会不会为了减轻罪名而出卖我们？露露不是这种人。人心难测，很多人在利益当头的时候才露出真面目的。我肯定不是这种人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为集团是尽心尽力的。我只是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事业，就这样被他搞砸了。这你不用担心，露露做得非常干净，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，他们是不可能找到我们的。如果做得干净，当初就不会被盯上，害得我们泰国那批货全部被没收，损失重大。露露已经为集团牺牲了，这点小钱我们还亏得起。他向来喜欢倚老卖老，我早就料到迟早会出事情。如果当初由我来负责，肯定不会这样。那现在露露不在了，你有没有想过她的工作由谁来接替啊？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搞好宇宙之光，把分内的工作做好，其他的我自有分寸。我肯定会把下一个讲座弄得更有规模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都已经那么多天了，张桂发还是下落不明。车祸现场又没有 CCTV， 汽车现场也一点线索都没有。我们最近也没有收到任何发现尸体的报案。难道我们一开始就想错了方向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一直都是围绕车祸现场还有汽车现场在找线索，不过实际上，肇祸司机可能是在地点 A 撞到了人，然后再到某一个地方丢弃尸体，最后才到地点 C 丢弃汽车。我明白了，所以从车祸现场到汽车现场路段的 CCTV 都拍不到肇祸汽车的经过，那是因为车子先到某处丢弃受害者。这只是我的推测。不
不过我想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查。Ma'am， 有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uncle投诉一辆汽车危险驾驶，碰撞到他的脚踏车，害他跌倒。结果呢，那个车主不但没下车，还逃跑了。还没找到车主啊？找到了，可是那个车主的汽车除了车牌号码吻合以外，型号和颜色都不符合口供。那个uncle说撞到他的是一辆蓝色的汽车，可是我们找到的却是红色的，而且那个车主又有当天不在车祸现场的证人。蓝色、红色也差太远了吧？蓝色汽车的车牌号码是什么？SKA 369H。等一等，赵克生部长的车牌是 SKA 396H， 而刚刚你说 SKA 369H。没错。Tony， 这个 K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4月18号晚上10点半左右。梁先生，根据口供，4月18号晚上10点半左右，你遇到一辆鲁莽驾驶的汽车，你可不可以把当时的情形再跟我们说一遍？可以啊。那天晚上，我像平常一样骑脚踏车去运动，一辆汽车突然像飞一样从后面冲过来，汽车的尾巴碰到我的脚踏车，我连人带车跌在地上。我立刻喊他停车，谁知道那个司机完全不管，继续开车。那你确定车牌号码是 SKA 369H，不是 SKA 396H？绝对没有错，是 SKA 369H。好的，如果你相信什么，你再联络我吧。廖心怡，84860371。是84680371。哦，84860371。梁先生，你又搞错了。啊，有错没？84860371啊。梁先生，你是不是经常把号码看倒反了？有时啊，我也不知道的。我女儿有时也常常这样讲我。根据梁骑士的口供，这里就是他被撞的地方。梁骑士说汽车往那个方向开去，我们到前面看看吧。前面是死路，赵沃汽车怎么会开来这里？梁骑士是不是记错了？我们去里面看看。好像是腐尸的味道。嗯。Ma'am，字迹模糊，通知交警法证来处理。是。
根据法医报告，杜学栋的死亡时间是下午的6点钟。案发当天下午的3点45分，Celine到了杜学栋的家，停留了10分钟之后离开。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他有时间证人。在 Celine 离开不到5分钟，罗露露和郭成威就上门找杜学栋。对，当时是下午的4点钟，他们逗留了10分钟之后就离开了。他们回去了钓花场，直到晚上12点才离开。他们也有时间证人。现在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证人，相信他是最后一个见到杜学栋的人。当时他要去机场，他在楼下等德士，差一点被楼上扔下来的一个盆栽打到。他抬头看到杜学栋关窗户。也就是说，案发当天下午5点20分左右，杜学栋还是活着的。对，所以种种证据显示，这3个人并没有谋杀杜学栋的嫌疑。根据法医的报告，杜学栋的死因是因为服食了过量的安眠药，原因是因为1个月前的信用卡欺诈案曝光，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，再加上他跟 Celine 的情变，双重打击，使他产生了自杀的动机。自杀的导火线应该是案发当天 ，Celine 坚持要跟他分手。对，全部的证据显示，杜学栋的死并没有他杀的嫌疑。我已经向上头报告，不会提供罗露露。整个案件从现在开始会交给验尸官展开死因调查庭。拜拜，拜拜。你对那些小朋友啊，是越来越有办法了，都把他们哄得服服帖帖的。还不是跟你这个师傅学的。如果来了那么多次，还一点小本领都学不到，那我岂不是很差劲？是爱心。做义工需要的不是本领，是爱心。如果你没有爱心的话，我怎么样教你都是没有用的。我现在呢，超有成就感。不过你这么说，我会骄傲哦。有没有空一起吃个午饭？好啊，反正我快饿扁了。那好，我知道附近有个餐馆，他们的煮炒很好吃，火候很够。走吧。走。哎，等。喂。是。马上到。不好意思，警局突然打来说有事要处理，我得回去了。没关系，工作重要。那我下次再约你吧。那我先走啦。拜拜。拜拜。罗露露已经认下所有的罪名，她坚持是她一个人做的。泰国警方也说，他们抓到的嫌犯只认识罗露露，罗露露是他们唯一接洽的人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她口中套出她的合伙人。既然他已经认罪，
我们也没有办法继续查问下去。把所有的证据交给 AGC， 让 AGC 正式起诉他。Yes, sir. Sorry， 刚才有重要的事处理，耽误了时间。没关系，我也刚到，走。怎么样？今天工作还忙吗？忙，不过是白忙一场。怎么了？陆学栋的案件查了老半天，结果证实他的死跟罗露露还郭成威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也猜到罗露露不是凶手？对了，他涉嫌的信用卡诈骗案查得怎么样？他认了所有的罪，我们已经把他交给 AGC，AGC 会正式起诉他。终于把这些骗子绳之以法了。我觉得罗露露是被人利用的，可惜我们怎么问，他都守口如瓶，自己扛下所有的罪名。我倒是觉得他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哦。罗露露她的背景很复杂，她走到今天，可能是被环境所逼。如果有人及时拉她一把，也许她就不会有这样的下场。你怎么这么同情她啊？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，我相信他应该是身不由己，才会走到这个地步。你跟他很熟吗？你好像很了解他哦。我也是刚刚认识他，怎么会跟他熟呢？好了，别谈公事了，难得我们两个都有空，应该好好享受二人世界。说的也是。去哪里？是个奇迹，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宝贝，我当然要小心喽。你完全像个奶爸啦！像个奶爸有什么不好？好啦，你不是买了很多张宝宝的海报吗？放了哪里？在书房。我去拿。
我买了份保险，是递送员送保单来。我们2个部门才刚刚查到他跟信用卡诈骗案还有杜学栋的命案有关，他怎么这么快知道这个消息？会不会有人泄露了情报？你说罗露露在保护谁？会不会是郭成威？也许那天打晕我的人是他。我倒是觉得他在保护的人是一个身份还没有曝光的人。这个人对罗露露来说应该很重要。罗露露她的背景很复杂，她走到今天，可能是被环境所逼。如果有人及时拉她一把，也许她就不会有这样的下场。你怎么这么同情她啊？老婆，老婆，你找到吗？老婆。罗美玲是罗露露对吗？为什么瞒着我罗露露是你亲生母亲？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说。这么重要的事没有必要说？我根本没有想过要认回她，我也不想你担心。你明知道她是你亲生母亲，还接她的案子，你这样做是很不专业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在处理她的案件的时候，她只是个罪犯。罗露露是你母亲是不能改变的事实，不是不认就可以的。如果被警方揭发，你会有徇私的嫌疑。当了这么多年的警察，你不知道这个严重性吗？我们虽然是有母子关系，但是我对她一点感情都没有。我一直都在秉公处理。你坦白告诉我，你面对她的时候，有没有私心？有没有动摇过？没有。不要自欺欺人了。面对自己的母亲，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没见过她，直到最近才知道她是我妈妈。我怎么可能对她有感觉呢？那天药家在审问她的时候，我发现你看她的眼神很特别。当时你已经开始担心她，对吗？你想太多了。我问你，罗露露是不是你放走的？你说什么？你逮捕她的那一天，是不是假装被人打晕，放她走？子杰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放走她？因为她是你妈妈。难怪她不要说出真相，因为她在保护的人就是你。一念之差，一心之间，人生路有不测变幻，黑白间的隔墙，要如何判断？一念之差，一线之间，对与错无绝对答案，尽快走出灰色阴暗，重新再活一段。拒绝这诱惑的迷幻，捍卫着心中不变的答案。别为了那欲望掉入了深渊黑暗，要感受心中那股炽热力量。我不断反复的想燃起心中太阳，朝着光一定不会遗忘，聚在心里的黑暗，举起不去的能量。无论何时坚信着我的信仰。